生日当天，我收到手机转账14万元的流水记录。我正想打电话询问丈夫钱的去向，意外刷到他小实习秘书的朋友圈，最好的恋爱礼物，配图是14万转账，与丈夫的牵手合照。我刚点了个赞，丈夫就急匆匆打来电话解释，今天是嫣嫣生日，我陪她做样子的物而已，你不要介意呀。我哑然失笑，我转头停掉了他的所有银行卡，只要别动我的钱，我什么都不介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生日当天，我在餐厅里等了钟恒整整10个小时，心情从期待逐渐变得平静。天色渐晚，昏黄的落日余晖在栋栋高楼间慢慢消失，最后星光占据了整片天空。我拿出手机，心灰意冷般给钟恒发去消息：钟恒，这就是你说的要好好陪我。只是消息刚发出去，我就收到手机转账14万元的短信记录。我疑惑地皱起眉，没时间回我信息，没时间来赴约，却有时间去消费。刚想给钟恒打电话询问什么情况时，却不小心点进了朋友圈，而下一秒我就知道了这13万的用处去哪里了。因为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钟恒的实习秘书发的，内容是一张合照以及一张14万的转账记录，配文是最好的恋爱礼物。而合照里的男主角，那个转账无比豪横的男人，就是我失联了整整1天的丈夫。眼眶在一瞬间变得酸涩，因为照片里的2人是如此亲密。如果我不是钟恒的妻子，我也会为他们的爱情拍手叫好吧。嘴角扯出一抹苦涩的笑容，心脏很难受。我从未想过钟恒会这么堂而皇之的出轨，不过也是，钟恒爱不爱我，这3年的时间里还没有找到答案吗？他对我除了冷淡就是客气，我们只是一对顶着夫妻的陌生人。我忽然觉得很累，追逐了钟恒那么多年，我真的不想再把时间耗在他身上了，毫无意义。3年的时间就像一场梦，一场我自欺欺人的梦。想到这里，我无法自拔地想到了曾经，在6年前，我偶然遇见了钟恒。路边上，他穿梭在车流里，小心翼翼地救下几只乱跑的小猫，那副温柔青涩的模样，一瞬间就让我心动了。可惜的是，我在车海中只和钟恒有过一面之缘，他大概也不知道，人海中有个女孩默默地念了他很久。后来阴差阳错下，我嫁给了钟恒，我以为是缘分使然，我和他是命中注定。即使这3年的婚姻里，钟恒对我一直保持着相敬如宾的态度，可我毫不介意。我总是在想，未来有一天，钟恒也会爱上我的。只是到今天我才知道，钟恒心里一直忘不掉他的初恋女友，所以对我才会是冷淡至极的模样，没意思极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看着和钟恒的聊天记录，他主动发消息的次数少得可怜，就像这3年他对我的态度一样，没有几次好脸色。算了，这样的他还值得我继续爱下去吗？我退出和他的聊天页面，转头联系了一个熟识律师，让他帮忙准备一份离婚协议。最后给钟恒发了一句话：我们离婚吧。秉持着恶心人的念头，我在钟恒那个实习秘书的朋友圈下面点了个赞，而下一秒，钟恒的电话就来了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选择了接听。江时宜，你又发什么脾气？今天是嫣嫣生日，我陪她做样子的而已，你不要介意呀。其实这种小事我也不用向你解释的，你管我管的真的太多了。咱们只是夫妻，你有必要这么限制我的自由吗？喂，
江时宜，你有在听吗？他一连几个问题，语气越来越不耐烦，仿佛在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，就像做错的人本就是我一样。可笑！我没忍住冷笑一声。钟恒，我不介意，反正我们马上就没有关系了，你陪哪个女的我都管不着。还有，我也不想限制你的自由，谁让你给小三转账的钱用的是我的？钟恒大概以为我是吃醋了，语气又软了几分。老婆，我知道你今天生日，我不该缺席，可你什么都有，好的家世，美满的家庭，嫣嫣什么都没有，她只有我了。这句话钻进耳朵里，更讽刺了。我有钱，我爸妈对我好是我的错吗？我感觉到握着手机的指尖都在颤抖，甚至听到钟恒的声音就觉得恶心。本以为他总会被我的真诚打动，然而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个巴掌，打得我头晕目眩。钟恒，我狠狠地咬着唇，沙哑着声音说：“我们离婚，这样你就能光明正大去照顾你的小秘书了。”说完，我径直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拿出放在一旁的蛋糕，点燃蜡烛。在窗外的车流和霓虹灯的见证下，我闭眼轻声开口：“江时宜，生日快乐。”律师速度很快，第二天就把离婚协议送到了我公司。而此时，一夜未归的钟恒才姗姗来迟。他推门进到我的办公室里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然后低声下气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昨天是我不对。可嫣嫣在这个城市只有我一个朋友，我总不能把她抛在一旁吧？一个生日而已，刚刚你说的话我就当作没看到，咱俩继续好好过日子。”我抬眼盯着这个朝夕相处了3年的男人，他脖子间的红痕是如此刺眼，嘴角露出一抹苦笑。来找我就不能把脖子上的痕迹处理一下吗？这不就是明晃晃的挑衅和背叛？既然如此，已经脏了的钟恒还有什么留下的必要？想到这里，我把茶几上的离婚协议轻飘飘地扔到他面前。离婚吧。钟恒不可置信地站起身，看到离婚协议后，他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。江时宜，你来真的？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？我凭什么净身出户？我们结婚3年，婚内财产也有我的一半。我端起冒着热气的茶杯，然后没有半秒犹豫，直接把里面滚烫的茶水泼了过去，不偏不倚，给钟恒洗了个热水脸。他还算英俊的脸上挂满了茶叶，有点好笑。钟恒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后便厉声呵斥道：“江时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对我疯了？疯了才会在你这种人身边待这么久，一条烂黄瓜。这些年我瞎了眼才会喜欢和小三乱搞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早就染上病了。昨天晚上我找人调查以后，才知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。钟恒告诉我，去外地出差时是去和程嫣旅游，晚上加班开会，是去和程嫣开房厮混，就连那张卡里隔三差五的流水记录，都是给程嫣转账发红包的。钟恒认定我不会怀疑他，要不是我无意间看到程嫣的朋友圈，要不是我看到那笔13万的转账流水，到现在我仍旧会被蒙在鼓里。除了他们背着我勾搭的事情，秘书送来的资料里还包括他们以前的往事。而程嫣是钟恒以前的初恋，如若不是3年前钟家示威，急需和别的家族联姻，想必也不会轮到我和钟恒在一起。我以为是命定的姻缘，结果是早就算计好的权衡利弊。结婚以后，钟恒对我态度冷淡。我知道商业联姻的夫妻大多都是相敬如宾，没有感情，可我却傻傻的想和别人不一样，相信总有一天能打动钟恒。然而等到的却是赤裸裸的背叛。
钟恒就这么看着我，为了他变得越来越卑微。在他眼里，我的付出和真心一定很可笑吧？而到最后，钟恒竟然会堂而皇之地把他的初恋安排进公司里，和他朝夕相处。回想起钟恒爸妈偶然撞见程烟时的异样情绪，我才忽然发现这件事情或许他们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为了维护儿子才会装作不知情。毕竟现在钟家还得靠着江家才能继续运作下去，真可笑！3年的付出变成了一场笑话，与其继续错付，不如早点掉头离开。江时宜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谁乱搞了？钟恒急匆匆朝我吼道，然后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疼痛拉扯着神经。我皱着眉，可看到双眼泛红的钟恒，没忍住嗤笑了一声。钟恒，你把我当成傻子吗？你别在我这里大呼小叫了，你们钟家还得靠我养着，麻烦你找准自己的定位。钟恒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慌张，他突然意识到我这不是在闹脾气。钟恒脸色一僵，慢慢放开了我的手，语气缓了缓。江时宜，可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忍心让我变得一无所有吗？可怜的表情让我恶心。我挥手打断他想继续说的话，冷冷地开口：钟恒，多的话你可以不用说了，离婚协议你早点签了吧。我拉开和他的距离，直视他的眼睛。你明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，多信任你，可你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过，即使我是你的妻子。说着，我叹了口气，所以现在我不愿意再追在你屁股后面了。你不是嫌我烦吗？我现在愿意分开了，你和程烟，我祝你们幸福。我扔下这句话后，钟恒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我没有。他咬了咬唇，挣扎出几个字。我摇了摇头，更加失望。钟恒可真是没有担当，一边想要初恋留在身边，一边舍不得我给的富贵，太贪心了。我不想再管他，只想离开。下午还有场会议等着我，没时间和他耗下去。可刚到电梯，钟恒却追了上来，他伸手拦住我，怒气冲冲地开口：江时宜，你站住，听我解释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想要看看钟恒能放什么屁出来。他看着我，语气软了下去：老婆，我知道我不该为了程烟放你鸽子，可3年的婚姻你舍得和我分开吗？如果你真的不爱我，房间里怎么会还留着你给我画的画？而且上面还有你昨天晚上哭的泪痕。说出这句话时，钟恒脸上浮现了一层浅浅的得意。听见这话，我身体猝然僵住，从心口往上出的气都泛着凉意。钟恒看到了，昨天晚上在看到知道钟恒背叛我的证据后，我没出息地哭了。我坐在窗边，翻看着3年来我给他画的画像，厚厚一叠，每看到一张，泪水就忍不住地落下，滴在画纸上，晕开了痕迹。可我不是因为钟恒背叛的原因，是在难过自己付出了3年的真心，被别人这么糟蹋。3年，我丢掉了自己，为了讨好钟恒，改变自己的性格，装得温顺又通情达理。曾经的好友说我一个从小不怕天不怕地的混世女魔王，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？是啊，我怎么会现在这个因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而伤心欲绝呢？我江时宜不该是这样的。大抵是见我沉默没有反驳，钟恒松了一口气，然后罕见地拉住了我的手。老婆，我们不要离婚了吗？你看你眼睛红的，要不咱俩回去好好休息。微风从窗户外闯进来，撞在我脸上，唤回了我的思绪。我的眼睛确实有些酸涩，昨晚一夜没睡的缘故，加上一大早就来公司工作，用眼过度。我把手从钟恒那里扯了回去，然后眨了眨眼。钟恒，结婚3年，这是你第一次挽留我，向我道歉。
是为什么呢？归根到底，是你害怕和我离婚以后，你们钟家再也不能得到那些便宜，对吗？钟恒突然安静下来，目光垂落，而答案不言而喻。那天过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钟恒。我搬回了老宅，和爸妈住在一起，顺便告诉了他们自己要离婚的事情。爸妈知道以后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对于我的决定，他们一般都不会反对，只是钟恒一直拖着不愿意和我离婚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当初为了自己的面子，不让别人说他是吃软饭的，于是结婚的时候，钟恒主动签下了婚前协议。协议上说，只要离婚，钟恒就净身出户。可即便这样，钟恒和我结婚期间也拿了不少好处。曾经我觉得我们是夫妻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所以对于钟氏，我总是给他们介绍客户、拉资源。说难听点，要不是看在江家的份上，他们钟家早就破产了。公司里的蛀虫都是他们钟家的人，只想着吃回扣。和我结婚以后，钟恒经常拿钱去填补公司上的窟窿。准备离婚以后，我算了算，这些年他从我们家拿的钱上千万了。不过现在决定离婚以后，我就停掉了给钟恒的银行卡，自己找人在外界传出我和钟恒要离婚的事情，这个寄生虫也该踢开了。反正钟恒不是让我别介意他和程嫣的事情吗？现在我觉得只要别动我的钱，我什么都不介意。而没多久，钟恒就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公司，秘书没拦住他，目光投向我，问我该怎么做。我摆手示意他先出去，接着看向钟恒。离婚协议签了。钟恒张嘴刚想说话，结果却被我噎住，然后脸色涨得通红。江时宜，你真的要和我离婚？你为什么要把那些客户都挖走，还把我银行卡停了？你知不知道刚刚我在给人付货款？你怎么能这样做？他皱着眉，脸色全是不满。听见这话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钟恒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我已经上诉了，离婚的事情板上钉钉，我有什么理由给你钱花？还有你们的客户不都是从我这里介绍过去的吗？说什么我挖走的？你说话要不要脸？再说了，你拿我的钱去养你们公司，赚的钱你们钟家拿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怎么真把我当成大冤种了？我淡定地回视他，目光平淡。钟恒瞪了我半晌，然后才猛然软下态度，向我认错。江时宜，我明白你爱我，所以才会那么在意我。要是你愿意原谅我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和你在一起，再也不和程嫣联系了，可以吗？他把目光投向我，眼神里写满了期待。钟恒不傻，自从那些客户听到我和他要离婚的传言，立马就停止了合作。他就明白了，钟家真的离不开江家，所以才连忙跑过来向我赔礼认错。可他不是真的后悔了，只是害怕再也过不了这样的好日子。我望着跟过来的程嫣，朝钟恒笑了笑。你这样说，不怕程嫣难过吗？你可是辜负了她2次了。钟恒拧眉，而程嫣眼眶泛红地走了进来。她一走到我面前，就朝我深深鞠了一躬，开始道歉。江小姐，我和钟总清清白白，前2天是我奶奶的忌日，她担心我难过，才会选择来陪着我。她心里的人只有你，你要是生气，打我骂我都行。她以退为进，让钟恒脸上的愧疚之色愈加明显。我拿起桌上的茶杯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，然后啧了一口后点评道：好浓的茶香，你既然知道我和钟恒的关系，还这样做，想让我原谅你们，不知道哪里来的脸。见我不松口，程嫣竟然冲过来扑到我的脚边，然后抓住了我的手，接着砰砰磕头。江小姐，求你原谅阿恒吧，求你了，钟氏是他的心血啊。
我冷眼看着，要磕头去外面磕去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说着，我就打电话叫了保安，让他们把这2个不要脸的玩意扔出去。而被保安架着的钟恒挥舞着双手，厉声呵斥：“我是江时宜的丈夫，你们现在敢这么对我，小心工作不保。”或许是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这样对他。钟恒涨红着脸朝我吼道：“江时宜，我告诉你，要是真离婚了，你给我跪下磕头，我都不会回头的。”他语气里带着笃定，似乎认定我现在只是和他闹脾气，会像以前那样没几天就低头赔罪。可直到他离开我的视线，我仍然不为所动。说不难过是假的，谁说被爱的人看不出来真心？只是他们享受这种感觉罢了。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到了周末，父母怕我伤心，于是叫我回去陪他们吃饭。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包着饺子的时候，钟家4口找上了门。钟恒是他们的大儿子，钟家还有一个女儿钟宝。钟宝从小骄纵，为人高傲。我和钟恒结婚以后，他一直看不惯我，不喜欢我，说我只是个舔狗，配不上他哥。可钟宝日常生活又喜奢侈，没钱了就问着我要，3天2头惹了事就让我去处理。平时在钟家还经常撺掇他爸妈给我脸色看，要不是看在钟恒的份上，我早就想收拾他了。不过一想到马上离婚了，我也不用再看到这个事情，心情顿时好了几分。不过现在钟家夫妇找上门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，无非是想劝我们不要离婚。看见他们出现，我爸妈的脸色不约而同都沉了下去。你们有什么事？我爸先开口。钟府搓了搓手，横肉堆积的脸上写满了笑意。亲家别动怒，我们已经好好收拾了钟恒这臭小子了。时宜这么好的姑娘，还惹他生气。说着，他把面容憔悴的钟恒一把推到我面前，然后陪笑道：“好时宜，以后钟恒和你好好过日子。你们都结婚了3年了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谈的？”距离我和钟恒提出离婚已经过去了快1个周。之前他们没找上门是觉得我只是赌气，没什么好道歉的。可现如今，我却直接干脆利落地把江家给他们的好处收回去。爱财如命的钟父怎么能受得了？我妈听见这话，止不住的冷笑：“你们怎么有脸说这些话的？钟恒做了什么事情，你们心里自己清楚。左右这些年，他也不喜欢我家世宜，不如趁此机会一拍两散。”接着，我妈又阴阳怪气地开口：“反正钟恒的初恋不是整天陪着他，我家11得早点给他让位置啊！”一旁的钟母见我妈生气，连忙摆手打圆场：“哎呦，姐姐，你这就是弄错了，是那个女的故意勾引我家阿恒。阿恒怎么可能会喜欢上那种货色？不信，你们听阿恒解释。”钟母推了一把，示意他赶快低头道歉。钟恒闻言走到我面前，满眼深情：“时宜，和你分开这段时间，我才知道我有多舍不得你，原谅我吧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你不是最喜欢孩子了吗？我们和好以后立马备孕，争取明年就让爸妈抱孙子。只要你不和我离婚，我做什么都行。”他垂着脑袋，一副卑微至极的模样。事到如今，他们一家人还千方百计地想趴在我们家吸血，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冤大头了，怎么会因为钟恒的3言2语就改变心意？我摇摇头，说话毫不留情面：“钟恒，你做什么都没用，我们必须得离婚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不开谁，也不会有人一直站在原地。”听见我决绝的话，钟恒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：“江时宜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不过是犯了一个很小的错，你为什么非要揪着我不放呢？”
他咬唇，目光写满了失落。你真的要和我离婚吗？不离婚，等着你把绿帽子给我焊头上吗？钟恒，你还想我给你生孩子？你也配？再说了，你外面不是有女人怀了你的孩子吗？钟恒脸色立刻变得煞白，一听到我的话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钟母满脸狐疑地看着我，石姨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阿恒怎么可能出轨？钟父笑着接话，只是那笑意根本不达眼底。是啊，石姨可别为了和阿恒离婚，给他泼脏水了。而钟恒却一反常态，忐忑地把目光投向我，眼神里全是慌乱。是了，他大概是没想到我连程嫣怀孕的事情都知道。想到这里，我笑了笑，然后轻飘飘地说：“再不离婚，程嫣的肚子可都挡不住了。”在几人震惊的目光下，我含笑开口：“你们儿子在外面和别人有了孩子，现在还想赖着不离婚？要是你们钟家还想在圈子里留点名声，趁早同意离婚，不然到时候程嫣肚子遮不住，那这个丑事也就得尽人皆知了。我听说你们钟家最近在争取一个和政府合作的项目，现在传出丑闻，可不大好啊。”话说到这里，他们已然懂了我的意思，而钟家父母红润的脸庞渐渐白了下去。钟父听见我的话，瞪大了眼睛站起身，怒斥道：“江石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威胁我们？”反应过来的钟母立刻跟着搭腔：“石姨呀，以前你温柔又孝顺，现在突然要和我儿子离婚，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”眼下钟家夫妇认定钟恒没有错，即使他们清楚程嫣的孩子8成不是自己儿子的，也必须咬紧牙关不松口。一旦这件事情传出去，他们钟家才真是人财两空了。我爸妈看着这俩人，一开始还有些生气，后来细看到最后都麻木了。原来真的有人这么不要脸，他们在生意场上混迹了这么多年，一看钟恒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就知道了七七八八。钟先生、钟太太，你们当着我们的面羞辱我的女儿，当我们是死了吗？我妈懒洋洋地说，讽刺地看着对面的几人。我们江家不是谁都能来攀关系的，要不是当初看你们儿子算是个人，不然就算石姨愿意，我们也不会同意的。你们现在同意离婚，我们还能留条活路，不然的话……此话一出，钟家夫妇的脸彻底掉了下去。钟父阴沉着脸开口：“江太太这句话就是要撕破脸了。”我爸点头：“你们也别想着用什么脸面威胁我们，没用。现在求人的是你们，更何况你们钟家这些年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好处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早点离婚，我们还能既往不咎。”我爸妈话里的意思显而易见，钟家势微，现在同意离婚还能得点好处，不然继续闹下去就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只是我爸显然低估了钟家几人的胃口，眼看自己父母没占到便宜，一旁的钟宝突然窜了出来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江石姨，你个没良心的！这些年我哥对你这么好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”说完，钟宝就挥舞着手朝我打过来。我笑了笑，身子一扭躲过他的攻击后，2巴掌还了回去。这钟宝当霸王当久了，真以为我是好惹的吗？钟宝没想过我会这么干脆利落地打回去，他捂着红肿的脸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：“你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还需要理由吗？”闹剧过后，钟家4口人被保安齐齐整整地扔了出去，而权衡利弊下，钟恒最终同意和我离婚了。可没多久，听说政府的招商会上，势在必得的钟家却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。此事一出，圈里人都把钟家看作笑话。本来钟家就把所有的钱压在了这个项目上，
以为十拿九稳，早早的做好了准备，等着靠着这个合作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谁知却翻车了，借款的银行和私人贷款开始催钟家还钱，客户们开始不断退货，钟家慌了，钟恒更是马不停蹄地找到我，求江家救他们一命。平时对我横眉冷眼的钟宝也突然没了脾气，低声下气地叫我嫂子，有些解气。可我还是摇头拒绝，我凭什么帮你们？有钱赚吗？嫂子，就当是为了我哥不行吗？我知道你不是狠心的人。钟宝急匆匆说道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谁说我不是狠心的人？你哥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想我帮你们呢？钟小姐，你难道忘了这3年里你的挑拨离间了吗？和钟恒结婚3年，钟宝就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指指点点了3年，最贱的小姑子非他莫属。钟宝脸色一滞，或许是想起了他曾经的所作所为，底气渐渐消失。可为了自己奢侈的生活，他仍旧不死心地开口：嫂子，如果你愿意和我哥复婚，答应帮我们家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发小脾气。我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谁给钟宝这样的底气？真以为我非钟恒不可吗？男人天底下多的是。看着眼前的2人，我感觉到了一丝烦躁，也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。钟恒，如果你和妹妹再不离开，我保证你们钟家的下场会更惨。大概是我的表情太过严肃，钟恒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，就准备带着妹妹离开。可离开前，他停住了脚步。江时宜，你真的要做这么绝吗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最近太忙，情绪本就疲惫，我实在没有多的心思和他继续纠缠。安保，送人。江时宜，既然你不愿意施以援手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抬眼看着钟恒，曾经让我心动的英俊脸庞，此时却爬满了阴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没几天，网上突然流传了一则谣言，是我出轨的消息，而配图是我和一个男人亲密的在医院妇产科门口的照片，内容含义不言而喻。而钟家立马发了相关声明，称前段时间钟恒已经和我离婚，只是时间不足半月。这让网友们都以为是我出轨有了小三，怀孕才会逼迫钟恒离婚。一时间，钟恒成了全网同情的丈夫，而我成了众矢之的。加上我们江家又是有头有脸的豪门，被网友扒出来后，吃瓜网友们更疯狂了。接着，我和公司的社交账号轮流被网友攻击，评论区清一色的都是辱骂和诅咒。没几天，公司的股份就跌了上千万。而钟宝在看到这一场面后，得意洋洋地给我发消息：江时宜，现在你得到报应了吧？谁让你当初打我的？以后你就算给我跪下求饶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的。语气很猖狂。钟宝，你放心，不会有那天的。回了他一句话以后，我就把钟宝给拉黑了。不过他们蹦跶的越厉害，我越开心，因为害人终害己。没几天，秘书告诉我钟家又给我泼脏水了。这次在他们嘴里，我成了拆散钟恒和程嫣的罪人。视频里，程嫣控诉我说，是我见色起意看上了钟恒，才会不顾一切搞垮钟家，借此逼迫他们分开。而为了和钟恒离婚，我甚至故意设计程嫣和钟恒，让钟恒净身出户。随即，钟恒就放出了自己净身出户的证据，于是我又上了热搜。钟家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而我却一直没有站出来发声，所以大多数网友都信了钟家的说辞，认定我是个穷凶极恶的恶毒女人，逼迫良家妇男，恶意竞争，让一对有情人分开3年。
看到网友们给我列举出的种种恶行时，我爸妈实在没忍住笑了，然后又觉得离谱。钟家这是认定了我们没有证据吗？很快，有人匿名举报了姜氏涉嫌合同诈骗、偷税漏税等问题。不用想，也知道是钟家人做的。而在看到公司里几位高层被当面带走后，人心惶惶。公司里的员工们担忧网上说的是真的，有人辞职，有人留了下来。不过走的人占少数，得益于这些年公司对员工的优待，他们都选择相信姜氏是清白的。只是网友们不这样想，他们以为姜氏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高。可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等舆论发展的差不多了以后，我让秘书把所有证据发布在了公司的账号上。除了这3年来我和钟恒的聊天记录，还有钟恒和程嫣出轨时的照片和视频。其中，我特意标注了我和钟恒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线，是他和程嫣分手后的1个月，我才和他相亲认识。至于他爸妈说的，我拆散他们的爱情纯属子虚乌有。可当时我还在国外参加一个会议，人证物证都有，我怎么去破坏他们的爱情？紧接着，我又转达了司法局的公告，姜氏企业压根没有偷税漏税，进行恶意的商业竞争。相反，我们会每年主动积极地做慈善，报效国家。至于前段时间的调查，是有人恶意举报，已经被罚了款，此人正是钟恒的堂弟。最后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家暴事件，我把钟恒和程嫣一同去产检的图片放了出来，以及他的产检报告。报告显示，程嫣现在怀孕4月，彼时她还没有来到这个城市。我怎么做到设计她和钟恒的？至于净身出户，我直接甩出了钟恒签的婚前协议。他出轨，我难道还要送钱给他？至于我出轨，那天是我陪堂哥堂嫂产检，钟家人为了污蔑我，故意把堂哥照片给模糊，借机误导网友。所有的证据摆出来，网友们都愣住了，他们纷纷表示，原来这是憋了大招。而这个时候的钟家还在顶级酒店里给钟恒和程嫣办婚宴，他们找了几10个媒体在现场直播，还专门让人带货，趁机捞金。毕竟有网友看中了钟恒和程嫣的颜值，成了他们的 CP 粉。然而就在钟家人以为能赚得盆满钵满时，直播间一窝蜂涌进来的网友们却对着他们破口大骂：渣男贱女所死，别出来祸害人，还想着带货呢，傻子才买你们的东西。我看钟氏就不是个好东西，老板一家人都是贱种。员工们慌了，连忙找到钟家夫妇和钟宝。钟总，直播间进了好多网友骂人。钟宝不以为意，网络就是这样的，有人黑才能证明你火了，大惊小怪。可当他打开手机却慌了，因为他平时用来炫耀的社交账号也成了被围攻的对象。这就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这时，婚礼现场的大门忽然被人打开，来人是几个警察。他们在出示了相关证明后，把钟宝带走了。据我们所知，钟宝涉嫌污蔑造谣、意外杀人，而台上的程嫣缓缓露出了一个笑容，感谢钟家人的大肆宣扬。婚宴现场的几10个摄像头明明白白记录下了这一幕，一时间引发许多人的热议。程嫣和钟恒的 CP 被拉出来鞭尸，曾经有多少，可他们现在就有多少人恶心，以为是纯爱，没想到却是钟恒和程嫣。网友们知道误会了我，于是替我打抱不平，有些激进的甚至找到了钟家，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。这样的贱人
不配踏足华国的土地。眼看网友们倒戈，我趁热打铁上线了新产品。因为吃瓜网友太多，一时间竟然供给不足，这下姜氏才是赚得盆满钵满。很快，钟宝的判决下来了，他手里的确沾了人命的事情，不过是在3年前。因为这件事情民众关注度太高，警局出示了具体的公告。只是令人意外的是，钟宝害死的对象是程嫣年迈的奶奶，全网哗然。这是什么鬼热闹？本来是豪门恩怨，现在怎么又扯上程嫣了？而没过多久，当事人程嫣就亲自下场讲述了一个故事。女孩是个弃婴，被奶奶捡到后收养了。从小到大，奶奶虽然不富裕，可对女孩却是顶尖的好，供她念书学习。女孩也没有辜负奶奶，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。在那里，她努力上进，只希望有一天能够报答奶奶。只是后来，她和一个男孩谈上了恋爱，男孩家庭条件很好，说非他不可。可大学快毕业时，男孩家里出事了，家里人要求他回去联姻，男孩不愿意，主动坦白了和女孩的感情。谁知男孩妹妹却觉得是女孩故意缠着他哥。为了给男女一个教训，找人去收拾了女孩的奶奶一顿。谁知奶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，女孩绝望了。而知道实情的男友却不顾她的请求，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城市，娶了一个白富美，过上了好日子。这下所有人都明白了，程嫣就是故意来搅局，想给自己的奶奶报仇的。网友们情绪复杂，可谁也不能再向程嫣恶言相向。隔天，程嫣约我见面，我在她对面坐下，然后搅动了一下杯里的咖啡，没有说话。她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，接着向我道歉：“不好意思了，姜时宜，破坏了你的家庭，我很抱歉。我知道说再多也没有用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放下。我明白这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。”我笑着接话：“没关系，至少如果没有你那些证据，我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就拿到了。”是的，很多钟恒出轨的证据都是程嫣给我的。其实在和钟恒提出离婚没多久，程嫣就在背地里偷偷和我见过了一面。她把自己要复仇的原因告诉了我，并且坦白了钟家想要踩着姜家往上爬的事情。她劝我说，钟恒不是个好男人，为了钱做了不少坏事，其中我也知道那个朋友圈是程嫣故意发给我看的。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问他。程嫣摇摇头，看向窗外。我不知道，不过大概会回到镇上做个老师，普普通通过完一辈子，这就是我奶奶所期望的。那钟家呢？你放下仇恨了吗？程嫣垂头，平静地说：“他们现在濒临破产，钟宝也被我送进了医院。至于钟恒，他不值得我的爱。”此时，身后突然冲过来一个男人，是钟恒。他取下口罩，双眼泛红地看着我们，然后一把抓住程嫣：“程嫣，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”他脸色煞白，面容憔悴。是了，这些天钟家成了众矢之的，钟恒也被网络上的舆论折磨得夜不能寐。程嫣面色晦暗，一把推开他：“钟恒，那我奶奶就应该去死吗？”午夜梦回，我一直都忘不了我奶奶倒在地上的那个场景。钟恒，你与其质问我，不如好好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。钟恒眼泪流了下来。可我是真的爱你啊！我为了你背叛姜时宜，这还不够吗？这时，钟恒忽然看到了程嫣扁平的肚子。孩子呢？程嫣没忍住嗤笑出声：“你配让我生孩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压根就没有怀孕。再说了，你爱我吗？你根本就是因为愧疚。你知道我奶奶是被你妹妹害死的。”
可你选择包庇。那个时候，我求你替我作证，你做什么了？你让我别计较了，然后丢了10万块钱给我说作为补偿。我奶奶的命就值10万。说到这里，程嫣已然是双眼通红，她恶狠狠地把一张银行卡砸在钟恒脸上。这就是10万块钱，以后我们互不相欠。说完，程嫣和我道别后就转身离开。我站起身准备离开，热闹看够了，该走了。谁知钟恒却一把拉住我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江时宜，我只有你了，你能不能别离开我？”我头顶顿时冒出几个问号，什么叫做只有我了？我慢条斯理地拉开他，轻声开口：“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那个抢走你们项目的公司是我的，我故意报复你们。”说完，我俏皮一笑，而钟恒脸色煞白。他现在这个结局，我很满意了。辜负真心的人，注定会被别人辜负。和程嫣联系上后，我才知道，他们远远不是才勾搭几个月的关系。早在2年前，钟恒就去外地找过程嫣，原本程嫣都准备放下过去，谁知钟恒却威逼利诱，要他和自己在一起。至于那个和政府合作的项目，是我给钟家下的套，因为这些年钟恒利用我的信任，安排了人在公司里当做内应。前段时间公司的合作经常出现问题，就是钟恒搞的鬼，目的就是想让钟家代替江家成为本市的首富。而和程嫣达成合作后，我让他故意引导钟恒去竞争政府那个项目，输得一败涂地。而这就是因果报应。后来钟氏破产，钟家夫妇带着钟恒搬到了一个老小区，结果却被人给认了出来，整天戳着几辆古骂。钟父受不了落差，整天买醉度日，不高兴了就打妻子。而8年后，钟宝出狱，于是钟母就把气撒在女儿身上，骂钟宝是个没用的赔钱货。而钟恒整天幻想着能够东山再起，欠了一屁股债后选择跑路，结果债主们找不到人，只能子债父偿。所以钟家夫妇的地狱生活正式开始了。为了给儿子还债，他们一个去工地搬砖，一个去做保姆。曾经锦衣玉食的他们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至于钟宝，因为吃不了苦，跑去做了别人的佣人，彻底沦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